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短线拉升，再次来到强压力区462，2个月来都没能突破，这次它能行吗？Meta 股价继续涨，缺口目标越来越近，下跌趋势正在反转中。美股经过了2周反弹，三大指数均出现神奇九转信号，这是左侧高点的提醒。这一次还会再次灵验吗？下周我们拭目以待。现在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3期的视频，我们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来到最重要的指数分析环节，阿哲会讲到 K 线支持天地双剑，也就是近2天所出现的揉搓线，我们怎么去分析。而后呢，我们再讲一下神奇九转。神奇九转，我们在上期视频就讲过了它的一个形成原理，以及呢目前上涨是吧，已经形成了九转信号。而在近期我们是讲过很多次九转的一个使用的，像前期的高点就是九转形成后出现了一个下跌，这波下跌如果用九转规避，那么至少本次的下跌不会导致你利润的大幅回吐。而又比如说像 Meta 在下跌时低点就出现了神奇九转，而我们当时也借此去买到了低点附近的一个反弹启动点。所以九转信号一旦用好了，那么在很多时候可以帮你规避风险和买到行情的起点。所以九转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点，我们今天在第2部分会讲到。第3呢，会讲到趋势反转需要经历3个步骤，短波反转的3部曲，这是我们今天讲到指数环节会分享的3个支持点。而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那么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解析，分别我们来看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美光以及亚马逊等以上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依旧对您产生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阿哲的目录呢是有很多的内容，所以一般视频时长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或者说不是每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把所有的时间轴段落都分好了，您点击视频轴就可以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到您。不过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特别关键。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第1部分，叫做天地双剑揉搓线组合。其实揉搓线组合跟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螺旋桨是相似的，只是螺旋桨呢，它是单根 K 线，就是它是一根日线所构成的，而天地双剑它是2根 K 线。那么这种天地双剑揉搓线，它2根合在一起，其实也是类似于螺旋桨的一种信号，它代表短期内市场的涨跌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而后2者力量却并没有相差太多，所以市场容易产生变盘或者说延续的信号。而我们需要看到这种 K 线之后，去区分它究竟是会变盘还是会延续。那么天地双剑呢，分为2种情况，它的具体形态其实就是有一根很长的上影线以及比较明显的下影线。而它的第1根 K 线，它如果有长上影线，那基本上下影线就不能够有，或者说要尽可能的短，不显眼。而它的第2天呢，将会是反向的一个下影线，那么反之，它的一个上影线就应该尽可能短，或者说看不见。K 线的颜色是涨是跌无所谓啊，但是它必须要有长上影和长下影，然后实体要偏小，要尽可能小。有一种更加利于多方的揉搓线天地双剑组合，就是先有长上影线，先有卖盘导致的高抛行为，而后市场让部分散户套牢。第2天呢，再出现明显的下跌，但是在散户卖出割肉时，却出现了神秘买盘，而市场出现长下影线。这个构成的顺序将更偏向于后市看涨以及资金的洗盘行为，而反过来的一个揉搓线，就是先有长下影线的买盘，而后再有长上影线的卖盘。它在卖盘为后的这种行情走势当中，反而更容易形成的是高点，或者说资金的一些深度洗盘，亦或者是出货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去分清楚的是正揉搓线还是反揉搓线。当然，这是一个提前的预判，我们不能够因为影线的方向而去断定它是出货还是洗盘，我们更多的后续还有一些研判的方式。所以我们来看到揉搓线在实战当中的使用，
一般揉搓线啊，它喜欢出现在一些压力位附近，比如说前高，也或者是左侧大阴放量下跌的地方。这种地方呢，它先出现一根正揉搓线，也就是说长上影线，那么伪造出这里是一个反弹，那么有人高抛，有人出货的现象，然后第二天盘中出现明显大阴线的这种下砸下跌，它就容易呢使散户去卖出去抛售。当然，这种行为一般在上涨的中途产生，它的量能不会说特别的放大，特别是这个下跌的地方，它要体现出资金的一个稳固，以及呢市场到这一个地步其实没有说太多的一个抛盘。那么这算是一种洗盘和试盘成功的现象。个股产生时，我们的买点有两种，第一种是上影线取其一半的价位，而后续收盘价要在这里站上，那么我们去看涨去买进，而我们以前期的低点下影线去做止损。这种是正揉搓线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第一种买点，我们可以以中轴买入的地方做一次防守，和以前面低点做一次防守。当然，我们有更加安全的可能就是以前期下影线支撑位的附近做止跌支撑，然后去找买点也是可以的。那么一个呢，就相对来讲会有2次的买入机会，一个呢可能就只能买入1次。所以这是正揉搓线在出现的时候，只要它不是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再产生啊，正常低位中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操作和买入以及防守。而我们要小心一种现象，就是不管是正揉搓还是反揉搓，它的低点就是下影线的低点，也或者是2根 K 线里面的低点，它不能够被跌破。比如说看到这里，当股价出现了一个上涨行情，特别是已经涨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了一个揉搓线，是反揉搓线，先有下影线再有上影线，而上影线可能还是一个明显放量的，这种在个股当中是比较小心的。第二天它如果直接把上影线的低点跌破，就已经要构成减仓，然后如果再把2根 K 线的所有低点，就最低的点都给跌破，那么这个呢就是清仓的一个信号，至少波段上呢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信号，要去离场和卖出。所以这是揉搓线的一个支持点。而我们看到当下市场就是一个揉搓线，这个揉搓线呢，它不算是特别的标准，因为它的第2根 K 线有一定的下影线，正常呢是不应该有这么长的下影线的，但它也类似于揉搓线的这种组合，所以它是一个反揉搓线。我们以第根 K 线低点作为首次的右侧的离场信号，一旦被跌破做一次减仓。而我们第2个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如果再次被跌破，则把本次反弹利润在右侧上是所有都得要离场。所以这是揉搓线给到我们的2个防守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点，叫做神奇九转。在揉搓线所出现的位置也刚好出现了神奇九转信号。这个九转信号我们曾经有多次去讲到过，在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3大指数出现九转的地方。那么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标普以及道琼斯，曾经呢在这些地方都产生了一个神奇九转。而九转产生，它不代表就一定会跌，亦或者一定会涨。我们正常是需要有左侧和右侧的应对方式的。左侧的应对方式呢，就是市场在上涨时出现九转的9，我们就开始关注它的 K 线变化。如果当时的9号 K 线就已经是长上影线，或者说是一些乌云盖顶、倾盆大雨等等的表现的卖出 K 线形态，在左侧上就直接开始减仓。那比如说现在的3大指数在周五收盘之后，它们都是长上影线的9号 K 线，那么就说明它已经构成了左侧的离场卖出的信号。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在低位你买进筹码，你可以把这一个反弹筹码呢分成10份，那么左侧的你可以分5到6份，而右侧的可以分3到4份。那出现左侧风险信号，你可以开始把那5到6份呢进行一个卖出，而再等待九转后的右侧信号，再把剩下的去了结，否则就持股待涨剩下部分仓位。那我们说一下，那么除了左侧卖出之外，右侧的卖出方法其实就是找到九转 K 线，而后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有一根阴线收盘价跌破九转的低点，那么这就说明它是一个右侧确认九转确实容易是衰竭点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做右侧的卖出。所以九转 K 线有2种处理方式，一种左侧，一种右侧。你可以纯粹的用左侧，就是你10成仓位，你所有仓位都左侧去卖；你也可以纯粹的右侧，你所有仓位都以右侧确认再去卖。那么2者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你也可以综合起来，是吧？一部分交给左侧，一部分交给右侧。所以这是当前的神奇九转在三大指数产生时我们可以做的应对策略和仓位的一个控制。而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出现九转，很多个股也产生九转，所以大家在看到个股产生九转时，你手中的股票如果也出现了，你也同样可以用这种思路去进行仓位的分配、控制以及风险的规避。那么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都属于揉搓线产生，那标普的揉搓线会更加的标准，并且8号 K 线是一个关头阴线，而当下又是一个九转，所以这个地方它的风险阿哲依旧要提醒。我们其实呢，在前面的连续4天的加速之后，在本周我们一直提醒的就是这里不能够作为一个买点，特别是你的心态是前期低位买了之后可能买的不多，不会反弹，而最近发现它好像还在持续的上涨，跌不下来，这个时候你还想要再去加仓再买一点，觉得之前赚少的同学，你千万要控制好你这种心理。因为如果前期加速时你没有及时低吸买入足够多的筹码，那么现在你再想去加更多的仓位，你可能就会变得头重脚轻，那后续哪怕调整力度不强，你可能因为你仓位是后面才加上去的，就会瞬间把你套住。所以当下呢，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买点，不管它后市是涨还是跌，在投资的一个交易上，在整体的仓位上，我们都不太适合在这里去买入，因为你在这里买的话，你的仓位要么是上不了多少，要么是你一旦上多一调整，你就容易面临被套的结局。当然了，有同学可能会想，如果这里不买，它一直涨，那怎么办呢？我后面的仓位要放在哪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一个有关于第3部分短波段、短线波段反转的3部曲。现在如果不能算是反转，还处于反弹，那这里如果不加仓不买入，我接下来在哪些位置会更好的产生加仓机会，会更加安全的能够让我去上仓位呢？这是第3部分我们去讲到的一个内容。那听到这里，如果前面的2个知识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能够让你现在处理手中个股更加得心应手，那么阿哲也希望我们的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您宝贵的点赞，支持阿哲继续的创作。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当然，您如果手中有一些股票看不太明白，在技术面上想要请教的，也可以发在我们下方评论区，阿哲看到也一定会回复各位。如果您同时还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在观看视频时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很感谢第一次相见能够帮到您，也很感谢您能够订阅阿哲。在点击订阅成为已订阅的粉丝订阅观众之后，您只要选择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知识点您都不会错过，因为阿哲一发视频，您就会及时收到我们频道的通知。那么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所谓的短波反转3部曲，是阿哲在做趋势交易时一定会去参考或者说去观察的。它由反弹到反转的一个进程，一般需要有3个步骤。这3个步骤如果都满足，正常来讲，你去参与后续的趋势交易，大概率是不会被诱多也或者是诱空的。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短波反转的3部曲。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指标是阿哲做趋势交易时一定会用到的彩虹带指标。您只要是我们频道的订阅观众，或者是我们财生内部同学，这个指标您都有机会，或者说您其实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这个指标应该怎么去用呢？很简单就是紫色带就代表上升波段中短期上升趋势，黄色带代表中短期的下跌趋势。而我们会看到，经过一轮下跌之后，飘带呢由紫色转为黄色，而目前的上涨又从黄色转为紫色。那么这一个紫色的表现，就是目前的上涨已经有机会构成上升趋势形成，而且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过它不是一个买点。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趋势反转的3部曲。我们以前期的这一波下跌来举一个案例。价格走势如果是黄色带的时候，首先市场跌多了肯定会有涨，而这种上涨只要是在黄色带当中都属于反弹。那也就是说，只要下跌在黄色带当中，它跌到某个程度，短线、中线一旦超跌就容易上涨。而这种上涨是针对股价乖离的修复，它可以算是一种均值的回归，所以它正常不会去超过黄色带，这种都属于反弹。也就是说，当时这波下跌，这3个低点
它感觉都好像能够成为反转点，但都是反弹。所以下跌趋势当中，只要是黄色带，就都只是先看反弹，直到有那么一次它出现了突破飘带。好，突破飘带，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所谓的三部曲了。三部曲当中，第一步就是突破飘带时它的力度，它必须要突破2根以上。当市场收盘在飘带之上有2根 K 线时，我们把2根 K 线里面偏高的价格作为压力，那么2根 K 线低点的价格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高点选偏高，低点选偏高都是取高高。好，那么找到这2个价位，我们可以认为这里如果要反转，如果力度要充足，它得要去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以及最好不要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所以反转的第一步曲就是找到这2个关键的价位。那么后续这里如果能突破，那么说明它离反转的概率就大大增加。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股价后续的回调不能够再有新低，亦或者说它不能够去跌破这个飘带，飘带要由黄色转为紫色，这种说明中期由下跌走为上涨。所以你会发现后续的每一次回调都没有跌破飘带，同时它也没有去跌破2号 K 线所以飘带呢作为一个正常上升趋势的均值，后续只要回调它不破飘带，是吧？这些动作都是第二步，就是飘带转为支撑。那第三部曲正常来讲就是高点将不再产生压力，会很容易被突破。第一部曲和第二部曲完成的时候，后续的下跌回调我们都可以去找买点，特别是股价首次回到飘带附近产生止跌的时候，这种地方就是绝佳的能够去继续上波段仓位的地方。而我们的第一个压力位它应该被很轻松的超过去，这就是一个趋势三部曲的一个行进过程。而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规避很多次下跌中的反弹，不至于去抄底抄在半山腰。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曾经这一波下跌当时呢是属于纳斯达克24年的7月份，然后跌到这个低点是24年的8月份，当时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飘带？只要是黄色飘带它出现的低点首先都看反弹，那反弹呢就是容易创新低的一种上涨格局，而它只有超过飘带，比如说突破飘带这也是第一根第二根，好，飘带高点被突破了，后续回落它不应该跌破飘带以及它的低点，但你会发现后续在这里有止跌，但却只是反弹，后续还是跌破了。所以第一部曲完成了，第二部曲却失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不能说它会反转。好，我们再看到这里，是不是它又是个飘带黄色飘带上涨看反弹，第一根第二根，好，2号 K 线是不是有支撑，然后被突破回踩，不止飘带没破，2号 K 线也没破，所以这种位置就是第二部曲完成了。那么这种地方我们先可以去做回调买点，趋势走到这里大概率就能够走为上升趋势，而上升趋势的结构就是后续的高点都比较容易被突破，所以回踩买入目标位第一个是它的高点，高点附近注意有压力，如果高点都不过，那么这个反转可能还是容易失败，但是正常来讲它都能够过。好，价格每次回飘带都以前高突破为目标，股价回飘带回调买点以突破高点为目标只要是紫色带回调买入以突破左高为目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趋势上行时有一个黄色带到紫色带的一个把握。而在紫色带运行当中呢，你要注意一个事件，就是如果在某一次的回调当中你依旧去回调买进了，那么我们的常规目标是不是还是左边的高点？那么我们要小心一种状况，就是某一次回调买进之后，它对于前高难以去突破，而反而可能会有前低被打破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本次上升趋势它最少会走为震荡，或者说走弱。你会发现前面这个回调低点后，这个高点一直无法突破，跟前期的回调很快突破高点是不是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当前的走势，是不是曾经也是跌破飘带，而后我们在这里去找回调买点，但是回调买点之后它的高点是不能够突破的，所以走了一个新低。所以当前从三部曲来讲，目前的行情是对于多方不太利的，因为多方已经走出了一个反弹无法新高，并且飘带由一个紫色转为了黄色，所以当前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以及其他三大指数，我们最少将它从一个上升趋势转为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可能后续再弱一些，可能就会走为下跌走势。那么当前呢，它又突破了黄色飘带，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是否能够走出三部曲。那我们现在看到突破黄色带的第一根是这根 K 线
第二根是这根 K 线，两根里面高点取偏高的，低点取偏高的。好，那么2号 K 线就有了，低点是不是有所支撑，高点是被突破，所以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接下来等待一个行为，股价的回调，不破2号 K 线的低点，以及呢飘带有所支撑，这两个支撑有一个支撑就行。好，后续走出止跌阳线，作为我们的加仓买点，而后目标只要能够突破这个高点，亦或者是下一个未来的某一个高点，就是回调之前的高点，那么我们就说3部曲就完成了。后续每次回调止飘带去买做多即可。所以希望通过我们第一部分的3个知识点，能够告诉大家当前的一些操作的思路，以及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根据这3个思路去安排整体的个股它的买点是应该买还是不买，以及一些卖点是要小心还是说应该忽视。也希望前面3个知识点对于指数环境的分析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当然这里呢，阿哲要说一下有关订阅同学领取长贷的一个步骤。刚才我们说过，长贷呢是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都能够去看到，那么它其实是我们3重订阅福利当中的第一种。您只要是今天点了订阅，成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可以领取到3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彩虹贷的1周体验权限，您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亦或者是评论区置顶链接找到助教，那么就可以去激活我们彩虹贷的使用体验。您也可以看一下在您手中的股票当中，它处于彩虹贷的哪一个阶段，是顺势而为阶段，还是股价可能面临反转的阶段。这个呢可以为我们的交易做一些趋势上的指引，阿哲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指标。而第2个福利和第3个福利阿哲呢也简单做一个介绍。在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跟他要一下盘前广播，这呢是我们每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去写到的。那么这些广播呢是日更，阿哲呢也更新了1年了。一般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就会讲一下当天的有关指数的分析和个股的一些看法。当然了，阿哲还会给到一些个股和指数的一些关键点位，比如说目前的指数它其实临近的压力是 23,711.03， 目前这个压力呢在周五的时候差点去触碰，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碰到，冲高回落。所以这个压力和支撑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应该也是有所帮助的。这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第2重福利。而第3重福利呢，就是我们每周内部的非公开，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财神同学所开办的技术分析交易实战课。我们会通过当下市场，结合一些更加进阶的深维的技术分析，来解读目前的市场和网上各位的交易。所以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感兴趣，但是目前可能才刚入门，或者说不太会，那么这些内部课程大家可以去报名参与。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下周的这4节课程您可以免费的参加。希望这些课程，也希望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能够帮助各位在技术分析和美股交易上能够走得更远，更加精深。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它一直呢面临着一个压力，就是 462.21， 这个压力是我们前期做这一波拉升的时候所去提到的一个压力。当时我们是怎么算出这个压力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曾经的这一个股价的反弹的高点，以及这一波大跌的低点，我们将后续形成的一个三角形收敛做了一个空间的突破测算，把这个高点和低点，你把它的目标，把它的距离算出来，而后去往上推1倍，就可以得到 462.21 这个空间的价格。三角形的一个突破，而后它的一个目标往往就跟它的一个倍数有关。所以之前我们算出1倍是 462.21， 而后跟大家去讲到这种加速到这里要小心。在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大长阴线之后，市场一直是一个震荡弱势行情。那目前呢又来到了 462.21 这个空间上，当前临近，而后它其实也有一个九转的信号，并且还是一个三阳小顶，它的上攻过程当中实体在缩短，而第3根 K 线又是一个长上影的小 K 线，长上影线。所以当前临近这种压力出现这种衰竭表现，我们认为是要小心的，它不一定过不去，但是一次性过去的概率呢是不高的，因为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强，所以它可能会走出回调之后再次蓄势上攻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在最后这2根 K 线离得越近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追特斯拉，哪怕它真的走小概率能够出现长阳线突破，那就是好事。
我们哪怕不能够埋伏到这种长阳突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做更加安全的空间突破之后的回踩买点。我们要的是打开空间后的那后续的行情，而不一定非得要在空间压力之下去赌它会去突破而提前去买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趋势指标的一个表现，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版。我们在看到它的 K 线上，是不是会发现有很多的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呢是阿哲交易信号当中的另外一种波段的辅助工具，是一个超买 K 线。当市场出现了黄 K， 就说明在本次的中期以上，就说明在短期以上的周期，它属于已经进入到了超买，已经是一个风险。当然这种风险是偏左侧的，我们一般需要用右侧 K 线来去确定，比如说一根下跌阴线。好，比如说类似之前这种刚启动行情时，涨一波有黄色 K 线一收阴长上影线就小心了，涨一波出现黄色 K 线一收阴就要小心了。它很多时候呢是上升趋势的回调，亦或者是下跌反弹时的高点，一旦出现黄 K 就要特别注意。那目前我们看到它有没有三部曲？先看到第一根突破 K 线是它，这是1，这是2，两根里面选偏高，两根里面选偏低，而后这里将是一个支撑 K 线，高点已经被突破，所以反弹力度强。第一个步骤有了，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指示带和这个 K 线的低点不能被跌破，股价可以回调。那么在这里应该产生强支撑，而在这种支撑点上，才是我们真正的去加仓、去买进，和你前面买的不多，现在想要去继续买入特斯拉的同学，你要找到的位置是谁呢？那么我们放大图表就是差不多这个飘带之上是 426.077， 而这根 K 线底下的最低点是 431.110， 这里是一个共振支撑区，我们更希望来一根下跌 K 线到这里寻找止跌买点，否则就等待突破462有效，我们再去找回调买点。就这两个思路，阿哲认为是比较可靠安全。而在这个地方所买入的任何仓位，要么做短线追涨，小仓位去买去玩，而不应该在这里加重仓去赌它的一个拉升突破。因为目前更大概率的事件可能就是往下回踩一下，然后去在这里找反转点，二部曲的买点。所以这是对于特斯拉阿哲当前的看法保持不变，跟之前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Meta 目前的股价趋势是非常漂亮的，在多空之间的博弈呢，多方很明显占据了一个优势。在周线出现了下跌的九转，日线出现九转之后，我们在上周讲过日周的共振，所以 Meta 呢是建议大家去看好这波反弹的，它的力度应该是不小的，所以近期的行情还是不错的。而它也走出了另外向上的九转，我们之前在内部课有讲过，这种九转它的上升九是一个好事。因为下跌反弹能够产生上升九，一般就说明这个上涨肯定是够强的，但是够强不代表就一定会反转，因为前面这里它也是个九，后续该跌还是得跌，所以这个九后它能不能够反转，还要再看一点，就是这波下跌的力度，它不能够破前低，甚至它最好不要破这一波走势的 50% 会更好。而在周线上，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九转，9号 K 线目前被突破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不只是日线的9高被突破，那么周线的9的高点也被突破，那么日周都有反转信号，只是日线呢刚开始是反弹，结合周线的这一个动作，我们更能够去看它走一个反转。所以后续我们只要那一波回调不强烈，那么基本上继续看反转阿哲觉得问题是不大的，我们的目标位还是看这个缺口至少一半以上被回补。所以这是目前对于 Meta 的一个看法。当然在做这一波大反弹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我的仓位完全不动，之前低位买入的，中途加仓的，那么面临九转的产生，我们有预期它有一个回踩的判定，那么这里呢你要关注某些压力位，以及九转如果日线的9低点被跌破之后，是不是要有所减仓。因为当前在日线上它出现了九转 K 线，同时也是一根运线，我们说运线加九转，它如果被跌破就是双重确认，那么这里它就要有调整的一个需要，我们就需要小心风险。如果调整强势，可能这个缺口都无法去有效跌破，如果是正常回调，有可能是奔着这个缺口来，所以整体两个缺口两个空间我们都可以去有所关注后续的二次回踩。而后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压力位，目前所看的是 Meta 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它有一根线，这是107天线，这根线呢是属于中长期的一个均线组成本位，所以之前跌破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下跌，而后最近的这种上涨
它是不是已经临近这一个我们的成本线了？好，那么这个170日线它的价格目前在 680.61， 它是一个压力位，压力位加九转，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小心对于飘带的一个回踩？飘带一个上方目前是在 631.177， 它已经转为了指示带，那么在反转条件当中，这里是不是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好，突破两根高点选偏高的作为压力，那么低点选偏高的作为支撑，所以当前股价走势它已经突破了压力，所以第一个步骤是 OK 的。那么等待第二个步骤就是股价的一个回调有支撑，再逐渐启动信号，那么只要能过左高，那么基本上就是三部曲就完成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未激活场带的都可以去找助教老师及时的去激活。您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究竟走到了哪一个步骤，而我们看到前期这里是不是每次反弹只要是黄色带都先看压力，它只有突破之后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两根取偏高的要被突破，然后低点不能被跌破。你会发现突破是不是第一步曲走到这里，当时这里是个九转，又是一个黄 K， 我们在这里肯定是要找减仓机会为主，而不是在盲目加仓。你要怕的就是它是反转失败，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你要去小心的。你不能想着我这里不买，后续涨得很高翻倍了怎么办？你要想的是，如果你在这里买了，大概率发现的事情可能是新低，因为它的反弹概率会更高一点，而反转概率反而是低一点。所以每次买股票时，你要考虑的是要规避这种可能，而不能想着我不买踏空怎么办。你要想的是，如果你在这种地方买了，买到一些不确定的地方，它不是踏不踏空的问题了，它可能会直接让你的账户腰斩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多次确认趋势反转的一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因为反转本来就不容易，另外一个是因为你的资金安全的考虑。我宁愿买的更高的价格，我也不想要在更低的价格面临这种大的风险去买进。所以一只股票走到这个位置，它不是说后面涨不涨去决定你买不买，而是这个地方如果买了，它很多时候它所产生的风险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去接受的，以及这种风险你再忍一忍，可能后续它会有更加安全的、更加低风险的一些买入点提供给你。那么以上呢是对于 Meta 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就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反弹当中，我们会看到指数的反弹空间已经是到了之前的一半以上，是吧？各大指数，纳斯达克也是一样的。而我们看到英伟达，它其实反弹的力度目前一直在这根大阴线之内，所以它的一个反弹呢是一个相对弱势的，而后走了一个收敛三角。这种情况下又加上一个比较大的，好像就次别一别的一个颈线位附近在震荡，所以这里要特别小心，它走一个收敛反弹之后出现的这种下破的地方。所以英伟达目前哪怕就后续还能反弹，我们也尽可能在它结构走好之前不要在这个地方三角收敛时去买入股票，要小心最好等一根明显的突破 K 线，而目前是多重的压力位集中在这里，如果它选择向下，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又是一个起跌点。所以英伟达呢可以看一下，关注它的一个风向，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这个地方去进行考虑，因为从反弹力度和趋势角度它走的都不太好。我们看一下趋势的一个指标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趋势的一个交易三部曲来看，它是不是还处于第一部曲都没有完成，因为它都没有突破飘带，它就反弹飘带上，然后有压力，是吧？之前是，现在也是，它都没有过飘带，所以你如果要去看它是否能反转，至少要过两根，然后等待回调。那么现在是它都还在飘带之下，在走弱势，这种肯定不能够随便作为一个做多的一个首选，或者说你的仓位不能够主放在这些股票上去赌它能够走出三部曲。好，我们看到它的上沿压力是 187.503， 目前飘带的下沿它是在 182.077 这是飘带目前的空间，一旦重新再跌破飘带，依旧呢还是弱势风险，前期这个上影线的高点还是有可能成为反弹高点的。那么以上是关于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以下第三部分的个股，第一只标的是谷歌。我们看到谷歌它是不是处于一直以来的紫色飘带，那么紫色飘带上我们就以趋势看涨为主，而近期它的回调还是比较强势的，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一根反波阳线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但因为市场环境的原因，它的调整又不深，所以我们的买入肯定只是第一次买进，那么后续要
预防它还有升调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指数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买点我们肯定要么买少，要么忽略，等更深一步的确定的信号。我们看到前期它其实也有转过黄色飘带，转了黄色飘带之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它有可能就要走出什么，由上升走为反转，所以你要看一下第一步曲是什么，跌破2根。好，跌破2根之后呢，2根低点找偏低的，2根高点找偏高的，就跟黄色的就反过来啊，找低低的。而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只要被跌破，就属于反转的第一步曲完成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时这里第一步曲都没完成。好，股价反向突破往上走，那么趋势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反转成功，所以上升趋势就依旧上升趋势。那么左高呢，就正常来讲还是会被突破的。所以这就是反转三部曲，它不容易出现。它如果没有出现反转三部曲，那么以趋势行情来看，当前短波段它还是上涨的。那么有黄 K 呢，肯定就是说不能够再去加仓了。所以黄 K 后它的调整是以震荡为主。而这个调整也让紫色飘带呢越来越靠近所以当前它的空间上，随着时间的震荡推移，它其实就可以走时间而不用走空间。那么这一个底下的支撑当下是在 310.026， 然后刚好跟左边的高量柱是共振的，所以这里是个强支撑。我们在这里买入一笔之后呢，下一次可以在这里找止跌买入。如果跌破左边的高量柱缺口的下沿，那基本上我们再去做比较大幅的减仓也是 OK 的，因为它的趋势强劲。所以整体对于它的回调，我们以强势来去看待，而后给它多一点空间，给它去进行一个调整，再去找买点。前面这一根阳线呢，就做小仓位的一个加仓，或者说忽视，等到高量柱附近去进行买入可能会更好。而如果市场出现了我们最害怕的，可能指数目前真的是一个反弹的高点，那后续的回调可能又没有走出反转三部曲的话，那继续下跌，那么可能谷歌就会去补这个缺口，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去规避后续的下跌风险如果指数有走出反转三部曲，甚至9转之后都不跌，那么谷歌这里的低点应该也不会破，亦或者是这个飘带应该会给到再一次的买入机会。所以整体来讲，我们根据指数环境要去判定。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它也是跌破了170之后不算很有效因为跌破170它并没有说加速下跌，而是走了长下影线，而后止跌反弹。所以当前就是确认170有没有跌破有效，如果有效跌破170，这个170应该是有强压力的，而后再去破低点。那么目前从中短波来讲，它是一个下跌趋势。下跌趋势的话，每一次的低点都以反弹来看待，它都很容易会破低点，所以这一次呢也以反弹看待，它会破低点。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大概率的推演。那如果它要走出不一样的走势，它得要走三部曲，股价突破2根，回踩不破，走 N 字形突破。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不是离170比较近，又离飘带比较近，所以这里有一个夹角，一个压力 224.274 作为强压力区，又是黄 K， 又是一个价格的衰竭点，所以这个地方看反弹，那么多头就先做反弹，不要上太多仓位，不要着急，这里有一个强压力临近，等待突破有效，回踩不破，走 N 字，我们慢慢的去推趋势，推看涨，否则呢在这里就小心风险，因为它已经是走了一个趋势的三部曲反转下跌，是吧？之前这里是紫色飘带，跌破1根，跌破2根，还继续跌破，反弹有压力，顺势破左低，所以这种地方是开空的点，开空之后呢，只要前面低点能够被破，我们就比较安心去做空。如果开空之后这里是2次回踩不破新低，反而走出止跌阳线去打破你的止损，那么这种情况下再有可能去反转，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地方一旦是反弹，所以碰飘带的地方等走弱反而是开空点，所以这是按趋势交易我们去看待个股的一个解析。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呢，是因为前面超跌跌得厉害，所以哪怕是黄带，我们之前也说过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放量不跌而产生的反弹可能。目前的反弹呢是纯粹由于之前卖的人卖太多了这一根下跌几倍的量放出来，卖的人太多，又有一定人去趁机接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供应的一个衰竭，而后市场产生了本次的反弹，反弹把白 K 突破，而后有一个倒形反转缺口，目前缺口没有回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算是一个支撑，支撑不破，股价往上再去看，因为前面跌的比较多，这一波反弹如果超过中短期，那么飘带应该有机会去突破，不过目前呢还是偏弱一点，以震荡为主，那么这里
就以反弹仓位为主，不能随便上去太多仓位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左侧去看这个股票。飘带下沿当前是在 184.786 啊，作为一个压力，目前没有突破，有压力，小心补缺口继续破低点。我们当前对于这波反弹的定义是跌多了，卖的多了，短期没人卖而产生的反弹。至于有没有增量资金，当前没看到啊，所以这里呢可能会走弱。想要见到一个大的底部，有可能还需要磨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170也是无效跌破，而后170往上行，整体趋势中长期来看是 OK， 还没有太多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一种中长期有机会成为低一点的一个布局。它前面也有一个长下影线，但是它这种就是缩量的，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卖盘不是很强了，整体资金还是有点增量的表现，所以整体的一个环境下会比刚才所讲的 MSTR 会好一些。但是你还是可以以中短期的反转三部曲来去看，它其实还是第一部曲都没有，整体以反弹为主。反弹黄色飘带有压力，股价回落还是比较强势的，目前依旧可以看反弹。所以中短期不走好，你想要做中长期的话，那么就要放大你的格局。那么这里呢就要去预防它的破低点，因为中短期还是比较差的。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回调到飘带附近是吧？这个地方就走了一个买点。就是如果要按三部曲来看，它前面的紫色飘带，我们来看一下啊，紫色飘带被跌破的时候，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就有止跌。股价呢，在突破黄色带的时候啊，突破一根，突破两根啊，价格还能够再次上涨。然后上涨之后呢，回踩飘带是不是都是有止跌的？所以价格走势它的一个买点就可以去看新高之上，好，它还能够新高，所以这个地方趋势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上升趋势，只是相对来讲变得震荡和弱一点。好，我们再看到后续的跌破，这里是跌破一根，后续又收回来了，是吧？所以价格后续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但是都没有前面低，所以你前面为支撑是 OK 的。之前我们讲过啊，这里作为支撑。好，所以它没有去跌破，所以第一部曲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完成。而价格往上走，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还能突破这一根低点作为支撑，所以这里是1，这里是2，所以2的地方呢找机会买入。那么目标位呢是前高403。如果这里趋势依旧没有问题，那么它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去前高去新高，这就说明趋势依旧还是向上的，目前依旧没有反转向下。如果这一波上行不能够新高，那么就说明这一个位置就有可能是反弹，那反弹就有可能还要再走反转。所以我们的趋势跟踪一步一步的进行，目前作为买点看前高，如果不能前高，说明趋势有问题。好，那么现在这里呢是一个缺口，这里是个压力，所以第一个压力是缺口，第二个压力是左边我们的黄色 K 线的高点压力。突破新高可以根据情况去加少部位仓位啊，但整体来讲趋势依旧看涨。那么只要这一次能够新高，后续回调依旧能够做多。如果不能新高，小心要打前面低点，那么这个趋势就有机会再次走坏。所以当前我们就以此去看博通的一个整体股价走势啊，可以这么去看，还是 OK 的，上行趋势没有改变，整体是向上方向，下方的一个支撑它是 373.455。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啊，一眼看过去是不是它处于紫色带转黄色带？那紫色带转黄色带，看跌破的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还被跌破，那也就是说目前是第一个步骤完成了，然后反弹这里是第二个步骤有压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股价下行又有新低了。那目前有阴线，这是一个负阴线，也是乌云盖顶。好，股价走到这里之后，市场还走出反弹，只要这里多阴线是吧，走出下跌反弹下跌是吧，下跌商法，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位置是一些开空单的位置。当然具体开不开空呢，我们要根据市场环境和指数去判定，因为美股开空它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多方投资者在这种地方不能投资太多仓位，反而是一个高抛点。当前面临的一个下沿压力，它是 219.834 啊，所以这是对于 AMD 我们说它是一个反弹走到压力的地方。而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OD 啊，它就是突破了飘带，然后到第二根 K 线的时候，第一根第二根有压力，目前没突破，然后低点它是不是被略微跌破了？虽然还不是很有效，但很明显第一部曲没有完成，所以以反弹来看待。之前这波下跌的时候，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啊，价格呢这里的支撑也被跌破了，
反弹有压力，它有时候可能会反弹然后去破，那么这呢可以作为一部曲、二部曲，它可能是先走二步，然后再走第一步。当整体两个步骤都有出现的时候你不一定非得要顺序按1和2来算，就这两个动作，一个是确认确实是反弹有压力，第二个是确认某些关键支撑低点被破两个都出现就有风险了。第三步是吧，就是有新低。所以整体来讲，目前的 HOD 它也是空方占优的市场，它想要由空转多，目前它这里就有一个压力，然后股价下跌，这里如果有支撑再往上破它也可以算是3部曲的一个完成。但正常更加强势的趋势应该是1、2、3顺序的排列去完成会更好一点。它先走2的话，其实就说明它整体第一波的力度还是不太算够的所以最好还是1、2、3的顺序。好，那么当下下方的一个支撑呢是 124.978 和 123.731 作为一个支撑位，这个地方要守住才有机会去打破2号 K 线的高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IMS 这个个股它也是170有效跌破了很长时间，而后黄色带上突破，目前是2号 K 线，所以这里有一个压力，小心它是一个反弹的极限点。这里呢要过压力，我们再去后续看是否有趋势机会，当前依旧看反弹。而下方的一个飘带上沿是 38.734， 下沿是 37.540 当然这个飘带呢会有所变动所以大家最好激活之后你日常要每天去看一下，它这个撑压位是会随着价格推动而有所微调的。当下的走势 HMS 还是相对偏弱势还是黄带，离170呢都还很远。好，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最近就很强势了，连续的连阳，而后它也是连续的黄 K， 并且也有九转。这波股价走势呢把之前的下跌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它的通道给击穿了。那目前击穿了前方的这种下降趋势线而后只要它后续回踩强劲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突破第一根、第二根的高点。好，那么这根 K 线的区间内又有紫色带，那么这里回落它只要再找出一个止跌 K 线，我们就可以看价格趋势的第3部曲的一个突破。而整体趋势我们就依旧还可以看涨，当前是一个左侧风险，但右侧还没有一个下跌 K 线产生。前期这里的2部曲呢是失败过一次目前这里大概率是成功了，连续的连阳，那么等回调，那么找买点即可，趋势上已经扭转，它算是一个强势股。只是因为目前处于连续黄 K， 所以在这里去买肯定是不建议的。下只个股我们看到 Circle， 我们看到它是连续的黄 K， 而后是黄色带，所以目前是弱势一个空方趋势下，而后出现了波段的滞涨。所以当前这种股价走势呢，它就肯定也不能看反转，像之前这个低点上行突破1根2根是吧，这里是风险，所以目前这里连突破都没突破所以它肯定呢不能算强势股，还是比较弱势的。这种股票呢就小心在压力位附近出现的滞涨，而后下跌 K 线。目前是黄 K黄 K 呢不代表就一定要去卖，只是说左侧你可以考虑去卖出，右侧可以等一根阴线把黄 K 跌破。当前的上沿压力 87.693， 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同样的结构也是呢弱势的反弹，到了黄带内，黄带的上沿 37.328， 中轴线是 35.584， 目前是弱势反弹，走出黄 K 有阴线就要小心。而后看到 PLTR 是突破2根 K 线这里呢是第1根，这也是第2根。好，2根 K 线产生了，这里有压力，这里应该有支撑，如果没支撑收阴跌破，这里是一个反弹高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而后至少会有2次回踩。所以当前我们看到低点支撑是谁呢？是阴线低点 177.16， 以及飘带上沿是 174.758。 所以目前很多个股都是空方趋势，等待回调确认，而后判定是否能够反转。但是在黄 K 的地方呢，一般不建议去开仓，是吧？黄 K 的地方其实已经说明它已经有风险位了，我们不建议去开仓。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也是同样的格局，反弹170黄带附近有黄 K， 目前有收跌，但是是一根10日星，所以它的风险右侧呢不太明显，继续收一根阴线，跌破飘带的下沿 266.096， 会跟它确定这里的反弹高点，否则有机会继续看上方170 296.968 的压力当前的格局很多个股都类似，它呢还没有突破飘带，
所以这里呢谈反转就更早了。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科威，科威是不是刚突破第一根？整体呢是三小顶，而后又有黄色 K 线产生，所以它也是同样的格局。上方170啊，它只是刚形成不久啊，所以这个呢先不做参考。我们看到黄带，它还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突破2根 K 线，所以当前的股价格局我们就依旧看反弹，依旧是风险。上阳小顶左侧可以卖出，或者说减仓，右侧等一根收阴线跌破再去离场都是 OK 的。所以右侧筹码可以持有，左侧筹码已经逐渐可以选择高抛。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科技，美光科技也是紫色带转黄色带，但紫色带内跌破的第一根、第二根是止跌了，并且有反包，所以这里的趋势还是可以看上行，所以左高依旧可以看突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绝处逢生，没有去有效跌破飘带，所以空方去反转没有成功，多头依旧有优势。那么当下呢，突破飘带的第一根是哪里呢？这也是第一根、第二根，它的压力没有破，回踩有支撑，过这个高点，那么更容易过左高。所以空方的反转啊不要成功，那多头呢目前还有支撑，但是你没有必要说看到前面低点了，现在可以移到上方来，因为它是黄色飘带，所以关键 K 线是这一根。股价下跌反抽，如果不能过这个高点，而是继续往下破低点，它是不是也能够形成一个123的反转格局？那至少从这个高点往下也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你要规避这一波2次回踩比较深幅的回踩的风险。也就是说，当前的压力看这根阳线的高点 242.36 是第一个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黄 K 向上，而后没突破，走为向下。所以当前的股价，亚马逊前面跌破的第一根、第二根低点还是有支撑，而后反弹，所以趋势上呢依旧可以看涨，因为170和这个2号 K 线比较近啊，所以中期、短期波段整体来讲支撑位密集，所以这个地方2次回踩再往上的概率阿哲认为比较大，但是你要规避这种回踩可能太深，或者说可能2次回踩失败创新低，所以在这种地方做了反弹之后呢，还是要有所减仓去控制整体的风险。把成本摊低，再去寻找2次加仓的机会，而不要在这里盲目的去加仓。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的压力是 234.516， 而后下沿是 230.409 所以这里呢是飘带，而后下方的170天线是 217.336 这里呢作为支撑。以上就是12月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